打扮这样子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跟你搭讪？有一个演员没有啦。刷刷，大家好，我是6月，在我身边的这5位美女，你们认得她们是谁吗？我们今天来到了《男儿王2》的记者招待会，一起去看一看。今天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一场《男儿王2》记者招待会。Are you ready for the queens? 你是谁？不要随便以为 SNL Day。让我们欢迎《男儿王2》的主要演员们。We are the queens。哎，金明大哥，你没有加入？我是他们的老师啊，是的，他们是我 train 出来的。对，吹到这样了，你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曹启明，但是我的身份证叫做李国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Unicorn， 但是我的 IC 叫做 Gedrick Chin。大家好，我是意大利，可是我的身份证的名字叫陈日成。Hello， 我叫 Money， 我身份证的名字叫 Jasper。大家好，我是颜值大队长，颜值越高，责任越大的 Her， 我是 TVB 七国宝贝。那这个男儿王玩男儿王2是你们第2次合作了吗？跟上一次拍下来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？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呢，我们在拍《男人王2》的时候，大家的默契呢真的是增加了不少。虽然是比第1集辛苦，因为还有武打戏，不过我觉得在心态这方面呢，我们都做得很好。所以每一天呢，只要我们5个人在一起，我们的导演头就很痛，因为我们都不听话。谁最不听话？当然是 Kiwi Baby 啦。没有啦。就国王哥跟 Jasper 还有大家真的都会私底下一直逗我开心，然后一直就是给我 a lot of fun。为什么从你嘴巴讲出来很像我们？怪怪的。我们这部电影哦，竟然是 NC-16，对你不要讲到这部电影只有21岁才可以看。因为今天这些服装呢，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会看到的其中一套服装。是。那你们觉得哪一个造型是你们最喜欢的吗？每一个造型我们都很喜欢，因为在第1季的时候，我们的造型呢拿到的这个金马奖，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他们是有压力的，就是在服装这方面一定要胜过第1季。可是今天他们做到了。每一件服装呢，他们都设计的真的是很用心，包括我们的头饰、我们的妆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《男儿王1》的话有入围了金马奖，是擦身而过。对，你觉得这一次会不会再有机会入围然后得奖？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入围没有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以内，但是我觉得拍电影最重要就是对得起自己，剧本要好，大家可以互相配合，要演得好，然后观众才不会觉得不是浪费钱，而是不会浪费他的时间。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意大利的是真的意大利吗？这个吗？不是啦，就是你的长辈啦。呀，因为我觉得很自然。他的长辈很扎实。Jasper 是网编的，我看一下，就真的是网编的。我们每次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，它这边的赘肉就会往旁边这样倒出来。女生朋友，如果呢你有这些赘肉的话，你可以用头发遮哦，就看不到了。小贝波。私底下大家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拍片的时候很开心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在拍歌舞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累，然后每天就看哇，还有8 hour 嘞。我们5个人会坐在那边玩很无聊的游戏，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很无聊的游戏来忘记这些所有的辛苦。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们觉得最难的？哇，好难哦！他们说最难忘，不是有多难，最难忘是最难。最难忘 ，the most difficult。 No， 最难忘吧。你会想把它 memory， 不要一直摇 cameraman 很难抓你。最难忘应该就是在泰国拍戏，因为 never been to 和爱，好像台湾的高雄哦，就是还蛮 countryside 的 country road， 所以咪吼。你可以全程讲华语吗？这个是华语节目。谢谢。他讲完了。你都没在听。我最难忘的当然就是跟国皇大哥拍的那一场戏，下雨淋雨，晚上在外面抽烟聊心事的，很少有机会可以拿到有深度一点的角色，需要走内心的。然后国皇大哥就在旁边，真的是一字一句的教我。我还记得，因为那场戏需要我叼支烟，那个对白是拍了2个小时多，我2个小时就已经抽完1包烟。我回到饭店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，我整个头晕，然后我就马上要去吐，我吐了一整晚。隔天我不能够闻到烟味，就有一点恐惧。哇，真的是蛮辛苦的。对啊，他一张开嘴巴，那酒店蟑螂都跑掉了。就是他被淹掉，被淹掉，被淹。也是在那一场戏的那个场景，算他们的港崩 house 啊。是是。我觉得第一次进入那种房子，外面就是很多树啦、山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拍到很晚，感觉上就很那种泰国的那种阴森片、那种鬼片这样。
有点好玩。好像刚才就是说我们玩那个无聊的 game， 在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大家都很核心，要拿一点点 energy 出来，要去 entertain 彼此，让大家不要那么累还是什么。你只有自己娱乐自己，来 keep 住那个能量。那其实，在这部戏我最难忘的就是那2个小和尚。哎呀，那很可爱的。对，因为他2个小和尚，他只懂得泰语，英语是我们导演在那边一句一句教，他一句一句写。但是小孩子从来没有闹情绪，所以看到他们在拍戏的时候，我们自己都不敢喊累，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，配合度很高。那斌哥呢？其实这部戏啊拍了整年了哦，我什么事都忘了，只有记得我们收工之后去酒店对面吃云吞面，非常好吃，而且那个卖云吞的还长得有几分姿色，太漂亮了。对，所以他记得的不是云吞，也不是那个面，是上面的那个人。那个 MP 也70多岁，同年龄了。你这样妹姐听到怎么办？回来了。哦，打扮这样子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跟你搭讪？你被打就不错了吧？在泰国有人搭讪你吗？有一个演员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是谁？开玩笑的啦。对，因为 Jasmine， 我在那个剧里面，你讲泰语讲得非常溜哎，你现在还記得嗎？紅米仔擺 blonde，擺 come on cry。斌哥他在说什么？他应该是在骂我。那斌哥，如果《男儿王3》有开拍的话，那个 Monica 前传，你要不要讲一堆泰语？如果有机会，我唱泰国歌。老行来，斌哥差不多有版权。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有去看到你这个造型吗？他认不出我，因为我的浓妆之后很难认。对。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剧本的时候，你有想演的吗？还是你有一度想说哇你要变装，你会想拒绝？没有了，我们接戏是这样，有钱就接了。严格说起来，我是导演的超级第一人选。哇，所以导演的幻想里面你是他第一人选啊！幻想，真的。那Marco你觉得呢？会不会有《男儿王3》 ？OK， 我希望他会有，因为我觉得《男儿王》里面所有的演员，他其实可以发展到另外一个的大环境里面。其实你看，《男儿王1》我们是讲一个男人扛下一个家，《男儿王2》就是我们在讲沟通，包括父子、朋友，甚至是夫妻的沟通。可能第3集我们可以讲，现在年轻人跟现在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对方，所以其实《男儿王3》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发展。首映了过后，你们身边的朋友都有去看吗？他们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 feedback 吗？我最 surprise 的是听到看完这部电影有人流泪，因为很真实。有其中一个演员的爸爸也哭了2次。啊，是谁？我不懂。好了，是我。因为这个剧本其实是你也有参与写的嘛，所以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父子情是真实事件中发生的？一定的，我知道有一个父子情，我想聊，可是我不敢去碰它，因为它其实是很 personal 的，我跟我爸爸的一种爱恨情仇。可是我最后还是决定把这段父子情的 message 赤裸裸的就把它带进去电影里面。我的朋友昨天看了，他其实坐在我爸爸旁边，他就讲说你爸爸看了哭了2次，而且你们要知道我爸爸他是一个铁汉子，主要是因为看他的这个壮斑，好丑啊！在这边呼吁大家，很多人他看了，他们都说他们一定要带他的家人一起去看这部戏，因为这部戏其实就是一个孩子写给父母的一封情书，而且也是父母写给孩子的一封信，非常适合新年一家大小去看。我也有很多朋友跟他们的爸爸或者妈妈关系没有那么好啦，我看了，我觉得这个故事会让他们感动到，而且会改变他们的观念。OK， 各位，现在我要讲的这部戏不是悲惨片 ，OK， 你们不要一整排讲到这部戏看了会哭到稀里哗啦。这部是轻松好玩的喜剧片，它会有一些小小让你有感触的情节在里面。哇，你们一整排讲到这部戏，好像玩的烂这样。最后让斌哥来总结一下，来为什么要看这部电影？其实看这部电影啊，有很多歌舞的画面，是就会带来这个新年欢乐的气氛。大家注意哦，从我一出现开始，高潮就来了。所以斌哥呢是把高潮带进来的。我是一个很会制造高潮的人。斌哥让我们高潮。我看的也差不多了。在这里祝大家蛇年行大运，记得来支持我们的男儿王2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通知。视频不漏看，一定要看，进来看。